今早睡到自然醒。我们看看窗外的景色怎样的？这就是睡在床上看到的窗外的景色。这个有点像我们当年去这个西班牙，在这个朝圣之路那里遇到的那家，但那家是偶尔临时起意来租的，临时把其他大城市的房子给退了，就在那走到那就住了2晚。那现在我们开窗看看窗外的景色。这里就是普罗旺斯的早晨了，是早晨不是清晨啊，因为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其实，要不然明天早上可以试试找个早点的时候再录个清晨的样子给大家看看。这是外面的，我现在才知道啊，普罗旺斯除了这个薰衣草出名之外，原来葡萄园也出名的哦。原来这里出产的是这个什么白葡萄酒，我怀疑是不是都是有薰衣草味的。这是另外的一个窗口，就是我们床边侧面的，哇，看起来就像幅画框里的花一样。下面能看到我们的大黑，因为我们把车停在下面。这一边要是你看窗外是这样的，如果是把另外的一扇窗再看看。哇，简直就像，这简直就是足不出户就可以哈，在家看名花。你知道为什么这边的名花那么多吗？因为开窗就是风景。从屋里面向外看去，窗框就刚刚好像是画框一样，把窗外的风景给框了进来。稍微换个角度，这个框内的景致就又不同了。所以在这里创作的话，都不可以说是创作了，就是对着实物进行临摹。但凡有点临摹能力的，一幅画作就这么成了。这个是我们的阳台，有一部分是全露天的。那不如我们就飞个无人机来看看周边的景色吧。这个就是我们所住的庄园了，一路之隔也有另外的2个庄园，看来这个村子可供住宿的农庄还是挺多的。这边看到的是一大片的葡萄园，这应该就是整个村庄的全景了。村子不大，目测也就20来栋建筑。这里能看到一片规整的橄榄园。之前去了遍地葡萄园的勃艮第和波尔多，没想到来到普罗旺斯了，见到的不是遍地的薰衣草，结果还是遍地的葡萄园。哇哦，这个庄园厉害了，妥妥的豪宅啊！好了，回到我们住的这个庄园了。这样看，我们的庄园也不算小的了。那我们顺带回顾一下昨晚到达时的情景吧，同时做一个 room tour。终于在天黑前到了酒店。
这就是我们今晚开始要住的酒店了，感觉有点像一个小型度假村的感觉。呢度螺旋樓梯喺呢度嘛？我哋喺2樓啊，呢度啊。係啦，90喺度啦。找了很久，终于找到我们的房间了啊！带大家看看这个 room tour。这个是在普罗旺斯乡村的一个有点类似，也不能说是度假村吧，就是但感觉很齐备，有点像度假村啊。整个的庄园就是像个小庄园，也不像度假村。进门，一张沙发的太妃椅，一张梯子，这个灰色色调就是很农村那种感觉了。这是个很大的碗柜，哇，超级齐备，这里酒杯、碟子，杂七杂八，啥都有。这上面还有一大堆的托盘、盆罐。然后这边是厨房，洗手台，然后下面这里是一些清洁用具，然后油、醋应该是盐，这都齐。毛巾、皂具，这是冰箱，这个是洗碗机。不能开灯吗？哎，能开灯，太好了。多士炉、咖啡机、热水壶、锅盆碗瓢全部齐备。这里有各种的酱，这个应该是杏酱吧，应该是。还有咖啡胶囊，太正点了。这2瓶水是我们带上来的啊。然后这外面还有个阳台，好，我们看看，这是厅，一个很古旧的电视，有 Netflix 啊。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窗，哇，窗外简直正点了，就是明天一大早开窗，就是能见到这个普罗旺斯的乡村。一派田园风光，住在了这个农村里。然后这里有个看起来很古旧的柜子，这是我们的床。这里有个很大的储物间，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行李啊都塞进去了，塞了2个行李箱，所有的袋子都能放进去。然后这里的这张床看起来蛮舒服的，并且这张床是正对这个外面这个田园的，简直是爽歪歪了感觉。然后这里是一面镜子啦，这些装饰，还有这张床在这里拍，还挺有这个宫廷 feel 的。浴缸这边还有一扇窗，我们的车就停在下面，我们的大黑停在下面。还是别开窗了，好像好大的一些不知道什么那些像蚊子一样的东西。然后这是外面的景观，浴室，这个应该是淋浴也行，坐浴也行了，不过这个就要下浴帘了，否则会这个水要下来。虽然很美，就是这个设计很美感，但是这个使用就很骨感了。这个是洗手台，
这个不出意外应该是洗手间吧？啊，洗手间。整个房子好像就在一个大的旧屋子，这是什么呢？是不是洗衣机？哎，看起来也不像。哦，这是热水器，上面还留有风筒。说这个门的设计就很难开了。OK， 感觉还不错。房间还蛮大的，他说只有28个平方，但我觉得好像和我们第一天住的，当时在阿尔萨斯住那家40多个方的，好像也不相上下。哦，对，因为我们原来那个呢，它没有那个阳台，我们当时就直接在外面有个院子，它这有个阳台，出来看看吧。现在这个季节这里还有点凉，但是真的很漂亮。晚霞中的这个普罗旺斯，我来说一说它的这个橱柜里面啊，哇，真是齐备到，你看，我第一次在这边见到配啤酒杯的、水杯的、红酒杯、香槟杯，还有这种咖啡杯、碗，这个是沙拉碗、架子，这个刀叉，还有调羹、碟子，还有冰桶，还有水壶，下面的锅有奶锅、平底锅。哇，真是还有这些滤水的，就是洗菜用的。哇，连这个刨萝卜丝的，或者刨其他什么丝啊，这样磨的都有，太厉害了，我觉得。然后在这一边，你看它的剪刀、打蛋器，哇，杂七杂八的开瓶器、起子。哇，什么都有，太齐备了，真是，这个的房东真是想得很相当的周到。现在一大早，老婆没干完她铺子的事情，那我就先去把衣服洗了，因为这里只有公共的洗衣房，要去找一找。你看它其他的院子，它有这个外面这个庭院的，我们呢就有阳台，其实也不错。不是在水应该是在这吧，我感觉。是不是在这边呢？哇哦，好齐备！这里有3台洗衣机哦，1台烘干机，2台洗衣机。那我看来可以同时洗哎。同时洗，这里还有洗衣珠等等。那我基本上我都不用带东西下来，其实太棒了。好，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的洗衣台，就晾衣服。OK，perfect。好，那我可以同时洗。现在我把衣服这些都放进去先。
那我可以有2桶的话，我就可以分色洗了。OK， 总体都不错，2台洗衣机，1台烘干机，但就是也是没地方洗手的。这个就是法式欧洲人民都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泰国的就回复过之前的泰国的视频呢，泰国的这个洗衣店呢，它有洗手装置，还是比较符合这个东方人的这个习惯的。好了，那我们出来了，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庭院，这是他们的 reception，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附近，哇，这就是我们所住的这个的院子。然后你看这边的这个，它可以是有一个户外的阳台的，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住，好舒服这里。今天的天气可能稍微还有点凉，大概也就20度上下吧。哇，你看看，哇，有樱桃哎，哇，太棒了！这里呢，唯一呢就是乡村的，就是蚊子、虫子多，尤其是苍蝇。啊，啲櫻桃啊喺度熟到樹上面，熟到爛晒都冇人摘㗎，幾勁！睇下。我哋就住喺依間屋，即係有爬牆虎好多嘅嗰個地方嗰間屋，然後有個陽台，咁下邊呢度呢，就係即係成個嘅大嘅院子院落，嗰邊就係呢條路過去嗰度就啱先櫻桃嗰個位，呢邊全部開晒啲金雀花，啱去洗衫。加翻去。这里呢，其实它是有这个洗衣袋的，就是比如说你是哪号房间，你就拿像我们3号，就拿3号这个洗衣袋，你就可以把衣服呢放在这个洗衣机，就洗衣间那里、洗衣房那里，然后干了之后呢，就洗完之后他们会把它装回来。不过我觉得好像这个布袋就是不是那么的，所以的话呢，我就没有用它的。早上7点钟起床，然后待到了正午太阳最大的时候才出门，可见我们是有多么的对阳光有多么的渴求啊！那这期视频就这样了，我们现在准备出门去附近的梅内尔博小镇逛逛了。如果对我们接下来的行程感兴趣的，记得关注我们了。点击屏幕右下角的小方框就可以直接订阅了。那我们梅内尔博见啦！